好，因为你知道基金这个东西的价值，我们会说以前数学跟阅读一样有用，因为以前的换题周期是固定的，就是30天，28到32天一换，所以你可以去算到说什么时候我去考试，我一定可以用到这份基金，这一步题库我一定用得到，一定可以命中。但是后来官方刻意打击基金，打击这种泄题的风气，他们把这个换题周期改得非常的凌乱，好，有些时候5天，有些时候10天，有些时候20天、30天，你无法预测，是人为故意乱数的，没有规律的。所以像现在是这个阶段，就是基金几乎是你也想要求它命中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它几乎不会去命中，命中的几率是很小的。所以在这个阶段里面呢，阅读基金价值就很低了，因为如果是中文的意思，这些东西你看中文最后题目故事没有命中，这些故事什么都不是，对不对？那反而数学的价值来更高一点，为什么？因为你至少练数学那个题目你练的能力是有加强的，对不对？你把它当一般数学题来练。但是现在有了 AI，有了我开发的指令之后，阅读基金的重要性重新回来了。为什么？因为你去看外面的一些文章的练阅读能力，比如说你看《经济学人》的文章，你看《纽约时报》的文章，你会发现它不管是写作风格上面，或者是这些文章讨论的题材上面，都跟 GMAT 不是很像。比如说，《纽约时报》的写作风格太简单，《经济学人》虽然写作风格，可是问题是《经济学人》它的写作上，如果各位有看过，应该知道，哦，就是它里面会掺杂了很多那种就是隐喻，你要懂得，就像这梗政治梗，就是你要懂得那个时事才知道那个，可是 GMAT 考不玩这些东西，所以写作风格上有差异。再来就是《纽约时报》《经济学人》本身它的题材都偏向政治经济跟时事，那问题是不是 GMAT 就会考一些知识类的文章，而且是什么黑人女权这些东西，但就很难找，所以。以前我们会说我们找不到适合的阅读素材，我们只能一直练 RC 的题目。可是 RC 的题目一直练，你最后阅读能力不一定会增加，对不对？因为那个题目毕竟也是太少了。但是现在呢，有这个东西，我们就可以做到什么？第一个，GPT 可以学习给它 sample，它可以学习 GMAT 是怎么写的风格。第二个，学习完写作风格之后，我们可以给它实际上考试真的考出来的故事。所以它写出来，不但在风格上、用字上，还有在文章的架构，在文章里面讨论的主题、论点内容上，都可以做到跟 GMAT 直接去放映。这个它的用处就是什么？也不是要中，因为毕竟我们刚刚说了，在周期乱换的情况下，中已经不是我们奢望的事情。但至少它可以成为一个最接近 GMAT 考试的额外阅读素材，来加强你对文章的熟悉度跟阅读速度。好像这个都是我很有自信的是说，就 GPT 已经大量融入在我们的那个中介的准备里面。主要是因为我已经开发出了各种不同的指令，因为像你看这些东西哈，我这边要臭屁一下，你现在去搜寻，比如说你去搜寻 T 这个东西，去打 GPT 跟空格，比如说空格 GMAT 好了。你在外面看到大部分的东西都是什么？都是说绝大部分我看的中文、英文我都看了，你看我这边都有点，绝大部分都是在讲说你让 GPT 去考 GMAT 它会拿几分。甚至连隔壁棚的各种考试，什么 GRE、SAT 啊，比如说 GRE、GPT、SAT、GPT，你能看到的资讯都是什么？都是说他们让 GPT 去考试拿多少分数。比如说他让 GPT 去考 GRE 的 Verbal，里面有包含3种题型：智慧、逻辑跟阅读。哈，GMAT 就是比起 GMAT 心智跟 GRE 的差别在于，GMAT 心智有考跟 GRE 一样的阅读跟逻辑，可是你不用像 GRE 一样去背一些很难的词汇。哦，那你看他去做这种有阅读、逻辑跟智慧的这种 GRE 的 Verbal，可以做到接近满分。所以他的能力本身是非常的强。可是问题是，如果你只是让他去考试，那就没有意义了。为什么？因为你要想，你最后不会把电脑带上去考试，对不对？所以你去考他干嘛？你知道他很强，知道就好了。重点是最后考场上学人还是你。所以呢，我们就要变成说，不是只是去考他，你觉得答案是什么，而是我们要能够去细分说 GPT 能怎么帮助我们平常准备。好，这些指令都是我会用在我们的这个终结者的上课跟我们平日的训练准备，我会帮同学开发的。所以如果各位觉得 GMAT 需要克服，你需要一种新的方式来克服，那欢迎各位来了解我们的终结者班。